师傅，您是昨夜没睡好吗？怎么看您一直在犯困啊？此地的特色美食颇丰，这晚上还有不打烊的铺子。我起夜的时候啊，我就闻见香味了，然后我顺着这个香味我就找过去了，吃了点宵夜。谁成想我一下吃多了，这后半夜我就没睡好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说不定师祖的位极跟这个有关呢。不是，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懂啊？没事，师傅，是我自己的推测而已。不是，那是什么推测？你告诉我。是不是按我想的这样，今夜自有分晓？只不过，师傅你不能和我一起去，我得自己前去查看。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要是你去了又惹师祖不开心怎么办？反正，你还是别去了。我不去就不去，哼，我补觉去。入夜许久，看那老人家应该睡了。成与不成，就看今夜。师祖呢？不对啊，这么晚了会去哪儿呢？不会吧，师祖的病症比我猜想的更为严重，难怪先前客栈掌柜说，后厨3、5不时便会少个东西。原来师祖才是那个小贼。师祖，没想到仙风道骨的师祖也会有这样可爱的一面。他一定不会想到，自己的位气竟是梦游症所害。师祖他老人家白日就吃那么几片菜叶子，自然是不耐饿。看这情形，定是憋坏了。不过，师祖吃起东西来，还真是与师父如出一辙。不愧是师徒嘛。吃完就睡，长期这样当然会得胃气。等明日配几服药，自然药到病除。师父，是我。是你这丫头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到我房间做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难道山中有山贼？
这不可能。这也不能怪师祖了，师祖得了梦游症，暴饮暴食才会得胃气的。放心吧，师祖，我不会告知任何人的。师祖的病因我已经找到了，只要按方抓药，便能痊愈了。先前师傅的脉象一直无异，怎么姑娘这么快就确诊了？敢问姑娘到底是何病症？你们懂医术吗？我们不懂。既然不懂，还在那里大放厥词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是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抓药这事儿我在行，我去抓。但是你师祖是何因引起的胃疾啊？这病呀，非常古怪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抓，一般人抓不准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这丫头的医术都是为师教的，还一般人？跪下！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我知道错了。谁是你师傅？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徒弟。师祖，花儿很奇怪，为何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师祖还是不肯原谅师傅呢？这个孽徒！这黑石山中，只有一个叫白为止的，就是他。乌龟啊！当初师弟年少无知，讨口馋舌，某日竟将师傅的长寿龟给炖了，做下酒菜。师傅爱龟如子，一怒之下便将他逐出了黑石山。师傅，你竟然吃乌龟啊！这什么呀？那时候为师正是年兽长身体的时候，天天跟着你师祖，这个不让吃，那个不让喝，我是饿得不行了，我才那什么。哎呦，师傅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就饶了徒儿吧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已经养了新乌龟了，不是？你就饶了徒儿吧。别谈！师祖，人非圣贤，又孰能无过呢？更何况有些人……师傅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师祖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既然小徒孙都说话了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就暂且饶你这一次。好。不过你不要太得意，罚你去后院种菜施肥，看你的表现，再做定夺。多谢师傅，弟子这就去施肥，这就去。师祖宽宏大量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对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去抓药了。不知二位师伯可否送我一下呀？又不是不认路，这大白天的何须相送？送怎么了？人家是一姑娘。是。师祖慢走。姑娘，请留步。荣姑娘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就是为了替这个臭小子出头，才让我们在师父面前低头，然后还非要我们师兄弟二人送你？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要问一下二位师伯。你们是知道师祖的病因的，为何要瞒着不说呢？说。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是真不知呢，还是装不知啊？师祖的胃疾是因积食引起的，他平日也不贪食，但你们并没有告知他有梦游之症啊。他每晚都会下山去客栈偷取食物，暴饮暴食，长期这样就患了胃疾。我在他的床下发现了许多食物，这里也不会有外人来，想必这些食物是师伯准备的吧？你们想怎么狡辩呀？哎呦，姑娘，此事一定要替我们保密啊！师父平日最重面子，此事万不可让师父知晓。我们也是有苦衷的。是啊。哎呀，这关系到师祖他老人家的身体，
你们有什么苦衷可言啊？姑娘有所不知，我们也是偶然有药师荀师傅商议才察觉的。可斟酌再三，也不知如何开口，又怕驳了他老人家的面子。再加上他平日吃的本就不多，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进食，本想着是好事，没曾想一来二去，竟惹得师傅得了胃疾。是，其实近几日我们也在商量，想把此事告知师傅，可是得找一个婉转的说辞嘛。师傅的性格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幸好容姑娘你就出现了嘛。正是。眼下，我们只需装作不知，师傅又得卖你几分薄面。你只要能将师傅的胃疾治好，怎么都好。你们两个坏东西呀！平时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，没想到你们表面上对师傅是毕恭毕敬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关心他老人家的身体。这件事情，我必须得告你们一状，要不然我忍不住。忍不住！干啥？我忍不住！启禀城主，我与玄烨追至黑石山，白堂主企图投奔师门，但据其师兄所说，他已被逐出门外。不过白堂主依然誓死不回龙吟城，眼下他已将老字堂令牌交回，让出堂主一职。哼，这白为止，真是越老越不自知了。当初若不是我们龙吟城收留他，他如今还在江湖上孤零零的漂泊呢。可现在倒好，龙吟城倒成了他弃之不及的了。好，他不想回龙吟城，那从今往后，龙吟城便不再欢迎他。眼下正是龙吟城用人之际，这老字堂不可一日无手。索儿，你将令牌交给梅少主吧。在我定出下一任堂主是谁之前，这老字堂暂由梅少主代管。这个位置是你的了。城主，即使是暂代，此事也该谨慎。梅少主他，这次攻打灵虚阁，梅少主已经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忠诚。既然是代管，自然有我的考虑了。可是此事不要在意了。城主放心，梅英自当以后好好料理城中事务。荣堂主也放心，日后有任何事情，梅英自当积极配合。城主说过，龙吟城四堂同心，今后还是要梅堂主多多费心才是。一定。这城主之位，我梅英势在必得。梅堂主身兼数职，理应忙于城中事务，为何要一直跟着我？这只有一条路。我要去老字堂，必然会途经此处。我们只不过是碰巧同路而已。你真是好手段！我不过离开几日而已，居然能让城主如此信任于你。看来这些日子，你倒也没闲着。唉，梅某只不过是尽了一些绵薄之力，为荣城主分忧了一些琐事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梅英，我警告你，别太得意。你记住，这龙吟城终究是姓荣的。
轮不到你在这撒野。弟子见过梅堂主。你懂不懂规矩？不过是个小小弟子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龙吟城大小姐？弟子知错，还请大小姐恕罪。哎，弟子不懂事儿，都是我这个当堂主的管教不周。这样，我代老祠堂向荣大小姐赔罪了。好你个梅英！启禀堂主，您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梅英已经开始行动。老祠堂堂主之位表面空缺，其实梅英早已染指。他还说服城主，破例大肆招收各门各派弟子前来拜师，称是海纳百川，招揽人才。这些就是新招入弟子的名单。荒谬！什么海纳百川？我龙吟城何时允许过外人进入？梅英分明是为了收买人心，树立自己的势力。城主真是老糊涂了，才会轻信奸人蛊惑。退下吧。是。堂主，此一事彼一事，龙吟城已经今非昔比，出言还是要谨慎一些好。好不容易少了荣化，又来了一个梅英。我真不知道城主心里在想什么，在他心里究竟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的位置？为何随便一个人都能取代？灵虚阁一战，消耗太多人力，龙吟城也正是用人之际。不管怎么说，二小姐不在，您是城主的亲生骨肉，也是唯一的血脉，何须跟梅英这等小人一般见识？他只不过是一时得志，若城主当真糊涂，又怎会只给他一个暂代之职？只要堂主沉得住气，他日夺了城主之位，那梅英的去留全部都由您来掌控。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。如今生字堂与老字堂均在他手中，他急于立功求成，必有疏漏之处。待时机成熟，便可一举击溃。你终于来了，我可等了你好久。赤华珠为什么会引我来这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颗赤华珠属于你，而你属于这儿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证明你的心已经选择好要修炼玄冰符。唯有修炼玄冰符，你才能活下去；也唯有修炼此功，你才能对付荣静风。他们是谁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你放心，他们没事。而且将来，他们这些人
还会是你最厉害的武器。这凡事啊，都不能强求，尤其是练功。你若不想练，我也不会逼你。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你要是想放弃呢，现在就可以离开灵教，也不会有人去拦你。我不管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什么时候开始练？不愧是若寒的好儿子，也不枉我这么的看重你。看来若寒的死是死得其所呀。你就不怕我练成了之后杀了你，给我娘陪葬啊？你若真有这个本事，我这条命就在此，你随时可以下手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将玄冰符的口诀传授给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练此功法会非常的难受，每上一层功法，疼痛就会加剧3分，这是常人都无法承受。一旦开始，可就很难回头了。自打我决定来灵教之时，我就没想过要回头了。若你能平安地走出这个深潭，再来跟我论复仇之事吧。纳兰哥哥，纳兰哥哥，纳兰哥哥！灵教境内岂容你们四处乱窜？不要命了！这些天，你们灵教上下对我们不管不问，为何今日纳兰哥哥无故失踪，你们便立刻出现，还阻止我去寻他？难不成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被我们发现？放肆！没有你们明尊之令，谁敢轻举妄动？苍七大哥，可有纳兰哥哥的消息？教主已经下了新令，你们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半步，如若发现，格杀勿论。你，我们无信善者，只求寻人。敢问各位，我们少主现在何处？你们管好自己便可，若再纠缠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住口！见过护法。他们皆是明尊的客人，何时由你来做主？弟子不敢。退下。是。前辈，如果您有纳兰哥哥的消息，还望如实告知。你们还是先回房吧，我可以保证，纳兰月暂无性命之忧。他很安全，你们也不必担心。至于他现在何处，其中具体原委，恕我难以相告。总之，你们安心回去等着，我定会尽全力护他平安。多谢前辈。可，梅姑娘，我们先回房间，再做打算。此番修炼凶险万分，也不知道纳兰月那小子能不能熬得过去。
想不到灵虚阁被灭以后，堂堂的纳兰少阁主，竟落到如此惨状。看来你已经是废人一个了。既然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那你杀我岂不是更容易了？来啊！好，我成全你，受死吧！废物！我说过，只给你3招的机会，还不快滚！为什么我的内力凝聚不起来？玄冰符到底练的是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修炼玄冰符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吗？赤华珠在你体内，这个毒虫便会以你为宿主。一旦开始修炼玄冰符，你就会失去原本所有的内力。只有你摒弃过去的一切，才能获得更强大的新生。就如同凤凰涅槃。你要是现在想放弃，那你的余生就会是一个废人。你连一个区区的唐门2长老都打不赢，又怎么去跟荣晋峰斗？又怎么去为你的母亲和灵虚阁报仇？若想要复仇，接下来只有忍这一条路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这往后还会更加痛苦。这次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定要讨回公道。我要整个江湖亲见奸佞俯首认罪。纳兰哥哥，怪不得莫幻让我准备这些。若是你今晚的烧不退，定会留下病根，后患无穷。纳兰哥哥，那日你走后，荣华姐姐特别惦记你。大婚之后，荣华姐姐还是忍不住让小彩打探了你的消息。她还将视如珍宝的这个交给了我。说若是有个万一，还能留个念想。自从与你重逢后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将这个簪子交给你。这是荣华的母亲留给他的。嗯。纳兰哥哥，无论以后怎样，我坚信，在荣华姐姐心中，你都是她唯一所爱。所以，就算是为了他，我希望
你也能熬过这一切。你这随身的配置，倒搁置得如此随意。今日要不是我，而是教外其他人悄悄取去，这教外之人，岂能有明尊这般的本事？我既已入了灵教，那刀是否在手，便皆是无惧。你可真是气定神闲啊！比起纳兰月，倒是要沉稳许多呀。我所受之苦，未及阿月1/10，又有什么资格在此哀动伤神？夫人，我原本一直以为若寒是最像我的徒弟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最像我的竟然是荣敬风。若寒心思深沉，宽厚温和，他自小装出来的冷酷果断，只是因为没有遇上对的那个人。但是纳兰熙的出现，就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禀明尊，灵虚阁涵洞中移植过来的赤焰莲已成活，毒虫较为活跃，眼下只等化期。我想不用我说，你们也应该知道，这赤焰莲关系着纳兰月的生死，所以你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它，对吗？否则，若寒在九泉之下，也是难安呐。听闻龙吟城近日在外招兵买马，阿月之前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？我安排的人已进了病子堂，传消息说，荣素与梅英一直暗中较量，而病子堂已近易主之日。那些人都处理掉了吗？留了个传话的，其他的都已杀尽，算是消息应该传回。好，我们灵虚阁复仇之计，已然迈出第一步了。8名潜入北荒打探的弟子，有7名一夜之间全部身亡。尸体上留下的伤口颇为诡异。如何诡异了？心口上都出现了赤华珠的印记，而且都被毒虫啃噬过，其伤口极其细微，都是顷刻间被人重伤心肺，置于死地。赤华珠，毒虫，这究竟是谁做的？那唯一死里逃生的弟子，如今已经神志不清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：这都是灭了纳兰一家的报应。纳兰一家，你的毒素已入心脉，如果像你这样，每日只服些汤药，情况是不会有改观的。毒素会越来越侵入你的机体，只会每况愈下。若说要完全医治，恐怕还得把白薇芝找回来啊。白薇芝心中别扭，又何必强求他回城？你我都知道，炼毒之人，迟早都会有这一天。即便他回来了，
又能多留我几日。好吧，就依你。这几日可有花儿的消息？我就没有这样的女儿，以后也不要再问了。子言离世前，唯有一愿，还请城主大允。你说，丁子堂日后绝不能落入梅英的手中。这些都是解毒的药材，没想到你竟然也会用上这些。云儿，慎言。你初次来到龙吟城，更是要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切记隔墙有耳，谨言慎行。是，云儿牢记潇潇姐姐的教诲。方才我是瞧着这些药都是极稀有的药材，一时想起家中往事。我家尚未没落前，我时常跟着我爹爹去北荒采药。那时我曾遇到一群人，他们衣着奇特，但是所贩卖的药材都是极品，像是冰晶。你们先前是在哪里采药的？见过大小姐。回禀大小姐，我们家先前常在北荒采药。那些贩卖冰晶之人姓甚名谁？身上可有什么特别的物件？他们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姓名，身上也并没有什么可识别的物品。我与爹爹虽好奇，却也不敢多问。那些贩卖药材的人，难道就没说些其他的话吗？弟子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但我只记得他们为首的人说什么冰晶含有，可催生万物。他们先前常用此物来培育一种两生花。见过城主，见过子言堂主。你们赶紧去炼药房炼药吧。是。好了，索尔，你说说情况吧。是，属下一早便收到了消息，也派出了空祠堂弟子前往北荒打探。却不想，弟子们都遭受了虐杀，死状各异。由此看来，纳兰一家一直在暗中活动，只怕是已筹谋了许多年。属下请命亲赴北荒调查此事，正好灵教也在那边，可以顺带一查。灵虚阁被灭后，莫幻与灵教皆无半点动静，难道城主就不曾对此起疑吗？那行，索尔，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，不过切记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可是纳兰一家，他们几乎都……纳兰一家向来坚韧，他们既能在多年前再创灵虚阁，此次定然也还会有逃出去的族人。那些被杀的空祠堂弟子，心口处皆有赤华珠的印记，这定是纳兰一族对龙吟城满心愤恨的还击。更何况，那林若寒是莫幻最心爱的弟子，或许他正在灵教养伤，等待着随时卷土重来呢。索尔，这件事情你去办吧。属下这就去安排，明日动身。